刚刚大家所听见的是马来西亚国歌 Negaraku 的前奏。每个国家都有国歌，被选作为国歌的乐曲，一般上都会被认为是最能够代表国家和人民意志的乐曲。一首好的国歌不但能够激起人民的爱国情怀，也能凝聚人民的力量，展现出国家自信的一面。马来西亚作为一个多元民族的国家，虽然我们的国歌 Negaraku 是以马来语来演唱，但如果你仔细聆听 Negaraku 的曲风，你就会发现 Negaraku 其实充满了一股浓烈的南洋风味，其不慢又不快的节奏，乍听之下，你甚至可能会认为它是一首来自50年代的流行音乐。是的，没错，现代马来西亚国歌 Negaraku 并不是一首原创的乐曲。有关 Negaraku 原曲的记载有下列这几种说法：第一，源自于霹雳州歌 Allah Lanjutkan Usia Sultan。第二，源自于在20世纪初印尼流行金曲 Terang Bulan。Terang bulan, terang bulan bikani。第三，源自于夏威夷乐队的小夜曲 Mamun Lamun。One day I walked along a moonlit island shore。1956年发布的粤语歌曲《月光曲》。情浪他我要相同走一过。那在听过了以上的几首曲子，我们发现到它们都和 Negaraku 有着一模一样的旋律。那为什么马来西亚的国歌会有这么多个版本？到底谁才是原曲呢？这些歌曲到最后又是如何演变成如今的马来西亚国歌 Negaraku？ 这背后到底又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接下来就让大家一起跟随我的脚步，我们一起走入时光隧道，一起来了解马来西亚国歌背后的秘密。唯有偷去梦中暗回落。虽然有关 Negaraku 的原曲来源众说纷纭，但根据历史的记载，这首曲子是出自法国作曲家皮埃尔之手，是一首名为《La Rosale》的歌曲。皮埃尔是法国18世纪时期非常有名的诗人和音乐家，他在法国享有非常高的知名度，被誉为法国历史上第一位流行音乐巨星。皮埃尔在18世纪后期创作了一首名为《La Rosale》的民谣，虽然这首以法语演唱的民谣并没有在法国本土被广传，但却在当时属于法国海外殖民地的塞舌尔岛被广传起来。塞舌尔岛是一座位于印度洋西部的小岛，距离马来半岛超过半个地球的距离。那这首法语民谣又是如何漂洋过海传入马来半岛的呢？而这一切就得从发生在马来半岛的一起凶杀案说起。18世纪初期，欧洲发生了工业革命后，欧美各国开始积极在海外开拓新的殖民地，寻找原料和市场。此外，随着罐头食品工业的兴起，欧美各国对硒的需求量大增，产硒的马来半岛日益受到当时的世界强国英国的重视。在这样的背景下，英国相继透过各种方式获得马来半岛各邦的统治权。马六甲、槟城、新加坡接二连三地成为了英国的殖民地，但当时号称为大英帝国的英国绝不会只满足于这样的成绩。为了能够获取更多的资源，英国开始把目光投向了盛产硒的霹雳。而恰恰这个时候，霹雳发生了一场涉及王室成员的内战。这场内战提供了英国人把势力范围伸进霹雳的机会。当时内战的其中一方拉惹阿都拉为了获得政权，秘密地与英国签署了邦格协定。协议签订之后，英国人协助拉惹阿都拉战胜了内战。随后，英国人也信守承诺，拥立拉惹阿都拉为霹雳新任苏丹。作为交换条件，霹雳则同意成为英国的保护邦，接受英国的参政司制度。1874年，英国在霹雳的第一位参政司走马上任。
所谓新官上任三把火，这位名为博智的英国军官上台后，就大刀阔斧地针对马来贵族的各种社会习俗进行改革。这位军官既进了改革政策，自然地引起了许多马来贵族的不满，包括了刚刚提到的新任苏丹阿都拉。在接下来的时间内，博智和马来贵族们各持己见，冲突不断。最终，在1875年上任不到1年的博智，在霹雳河洗澡时，被一名声称是苏丹阿都拉拥护者的马来酋长刺杀。博智被刺杀身亡后，引起了远在伦敦的英国政府关注。因为一名英国高级军官在殖民地被暗杀，等同于对英国殖民地的恐怖袭击。有鉴于此，拥有船坚利炮的英国人从印度和香港等地调派军队前往霹雳，将涉及这起谋杀案的所有人士逮捕归案，其中就包括了当时的霹雳苏丹阿都拉和其家属，并判处了他们死刑。但毕竟苏丹是备受霹雳人民尊敬的统治者，也是伊斯兰教的宗教领袖，英国政府为了不在当地引起更大的风浪，就将苏丹阿都拉和他的随从流放到遥远的塞舌尔岛，并规定他永远都不能踏足马来半岛。苏丹阿都拉和他的随从被流放到塞舌尔岛后，并没有和其他流放者一样过着自暴自弃的生活，而相反的，苏丹阿都拉努力地融入了当地的生活模式，不仅醉心于耕种，更时常参加各种运动比赛。那时负责监视他的英国官员都是他的运动伙伴。苏丹阿都拉在岛上一共生育了7名子女，不仅都把他们送入了岛上的政府学校就读，还让他们学习西洋乐器，其中一位公主更精通钢琴，时常在家里演奏各种法式民谣，加上当地时常有法国乐团来进行表演，充分融入了当地生活的苏丹阿都拉家族，自然也开始熟悉各类的当地民谣，其中就包括了刚刚提到的拉胡沙里。说了那么多，那究竟这首民谣是如何传入马来半岛的呢？话说，在苏丹阿都拉被流放之际，不知道是英国人留了一手，还是出于人道主义的考量，苏丹阿都拉的长子和次子并没有随同家人一同被流放到塞舌尔岛，相反的，他们被安排到马六甲和新加坡的英国学校就读，接受了全方位的西式教育。这2位被英国人留在马来半岛的王子，后来更成为了新任霹雳苏丹，即苏丹伊德利斯的得力助手，协助苏丹打理霹雳政务。这2位王子每时隔几年就会漂洋过海，到达遥远的塞舌尔岛探望被流放的父亲，家人们几年一次的相聚天伦之乐，当然少不了音乐的助兴。听妹妹熟练地弹起琴弦，2位王子难免也兴致勃勃，拿起擅长的小提琴，唱和之间竟也学会了演奏当地最著名的民谣拉胡萨里。2位王子回到马来半岛后，也顺势把新学的异乡曲调给当地人民秀一秀。是的，也就是因为这样，这首来自塞舌尔岛成为拉胡沙里的法语民谣，就这样悄然地走进了马来世界的历史舞台，在后期也成为了马来西亚的国歌。拉胡沙里传入了马来半岛后，既受到了当地民众的热烈欢迎，其受欢迎的程度甚至连霹雳的州歌也受改编自这一首旋律。在霹雳官方和民间流传着一个这样的历史故事：1906年，霹雳苏丹伊德利斯和他的侄儿，也就是刚刚提到的2位王子，前往英国进行国事访问。当时，当英国礼宾官向王子们索取霹雳国歌的歌谱时，他们竟然忘了携带霹雳国歌的歌谱前往英国。为了避免外交尴尬情况的发生，2位王子就把他们最熟悉的民谣，也就是拉胡沙里哼出调子给英国的礼宾官演奏。后来，霹雳苏丹伊德利斯将错就错，同意以拉胡沙里作为最新的霹雳国歌。1907年，改编自拉胡沙里的歌曲《阿拉兰朱丹乌夏苏丹》正式成为了霹雳国歌，再后来逐渐演变成了今天的霹雳州歌。1928年，一群在荷兰留学的荷属印尼留学生再一次将拉胡沙里的曲调进行改编，发布了马来语民谣《德让布兰》。
1937年，马来语电影《Terang Bulan》以同名歌曲《Terang Bulan》作为了电影插曲，在荷属印尼和英属马来亚票房大卖，在当时被誉为史上最佳的马来音乐剧。同样在1930年代，英语填词的《Terang Bulan》曲调开始以 Mamula Moon 之名出现在英国乐坛。1943年，日本占领马来亚时期，日本军政府的战争宣传电影《马来亚之虎》也出现了日语版的《Terang Bulan》插曲。1947年，来自夏威夷的乐手 Felix Mendelssohn 以夏威夷小夜曲的方式重新演绎了 Mamula Moon。1956年，也就是马来亚独立的前一年，香港发行了以 Terang Bulan 曲调重新填词的粤语版《月光曲》。Lahu Saleh 这首来自印度洋的法语民谣，经过了100多年的演变之后，逐渐成为了当时流传在印尼和马来亚的流行乐曲。但话说回来，这首耳熟能详的旋律又是如何成为马来西亚的国歌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三世界民族主义意识觉醒，欧美列强在东南亚的各殖民地开始掀起了一股又一股的反殖民运动。其中，英国虽然在二战后以战胜国的姿态重返马来亚，但此时的英国已不再是昔日的日不落帝国。二战期间的巨大消耗已经让英国重拾不回昔日的威风。为了简化管理机制，英国政府将原属马来亚的9个马来土邦，外加原属海峡殖民地的马六甲、槟城和新加坡联合起来，成立了马来亚联合邦。9邦合体的马来亚联合邦，在1955年举行了首届大选后，组成自治政府，并宣布将在1957年8月31日脱离英国殖民，取得独立。在独立前夕，当时的马来亚自治政府首席部长，也就是后来成为了第1任马来亚首相的东姑阿都拉曼，除了忙于和英国人交涉外，也被马来亚国歌的挑选事项而烦恼。当时，东姑阿都拉曼为了挑选国歌，进行了全球性的征集活动，参与投稿的作曲家来自海内外，其中就包括了获得英国政府推荐、大名鼎鼎的英国作曲家 Benjamin Britten。但在这一些众多的创作投稿当中，没有一个是东姑阿都拉曼感到适合和满意的作品。其中，东姑阿都拉曼在写给 Benjamin 的回复意见信中，他希望 Benjamin 能够创作一首更符合马来亚的乐曲。东姑阿都拉曼甚至给 Benjamin 寄去了一些马来语民谣的样本，期望他能够把其中的旋律融入在曲子当中。但 Benjamin 竟然回复道，这些马来民谣有着非常古怪的噪音，听起来就像恶搞版的西洋流行乐曲。这样的回复让东姑阿都拉曼非常生气，双方最终也不欢而散。结果，当马来亚的独立进入倒数阶段之际，最新的马来亚国歌依然没有着落。1957年8月5日，英国政府和马来亚联合邦政府在吉隆坡大皇宫签署独立协议，马来亚正式获得了英国的批准，取得独立。虽然协议要等到8月31日才正式生效，但国歌这件事真的不能再等了。据说就在8月5日当天，东姑阿都拉曼叫来了皇家军乐团，在他和国歌遴选委员会的成员面前，将所有的国歌候选名单演奏了一遍。在聆听了超过50首歌曲后，一首名为《阿拉兰jut敢乌夏苏丹》的曲子吸引了东姑阿都拉曼的目光。东姑阿都拉曼要求乐队再重新演奏一次，就当场宣布这就是马来亚最新的国歌。这首歌就是刚刚提到的霹雳国歌。虽然是霹雳的国歌，但东姑阿都拉曼认为这首歌的曲风非常适合用来作为国歌。在经过霹雳苏丹的同意后，国歌遴选委员会就在当场为新国歌进行填词。1957年8月31日，改编自霹雳国歌的新马来亚国歌《Negaraku》正式奏起。从此以后，这首源自塞舌尔岛的法语民谣，经过200多年的演变后，成为了马来西亚的国歌。One day I walked along a moonlit island shore,
song I'd never heard before. 尽管在现代有人会说马来西亚国歌 Negaraku 是抄袭自塞舌尔岛的民谣，也有人会说原来 Negaraku 是一首改编自情歌的歌曲，不符合马来西亚的国情。甚至有人会说 Negaraku 是一首有着奇怪旋律的作品，就如英国作曲家 Benjamin 所说的不伦不类的作品。但无论如何 Negaraku 这首旋律所反映的并不是法语民谣，也不是情歌，它甚至和霹雳州没有太大的关系。至关重要的是 Negaraku 的旋律已成为了20世纪时期东南亚社会里重要的文化符号之一。国歌 Negaraku 仿佛是一个时代的故事，诉说着19世纪帝国主义席卷东南亚的时代背景下，本土文化和传统文化如何承受西方文化冲击的故事。Negaraku 的故事既浪漫又模糊，既开放又保守。东南亚民族国家的历史又何尝不是如此呢？非常感谢你把这期的视频留守到最后。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的分享，欢迎你给视频按赞并点击分享，让更多的人一起来了解马来西亚国歌背后的秘密。平行空间在这里衷心的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我们将继续为大家推送更多的优质历史故事，让我们一起来感受历史的魅力。我是小秋，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